全球财富版图正在重构。根据2025年世界最富裕城市报告，新加坡以24.24万名百万富豪净资产超1000万美元，稳居全球第4，继续领跑亚洲财富中心。这座仅700多平方公里的小红点，10年间富豪数量激增62%，增幅超越中国、香港等传统金融中心。这份由 Henley Partners 和 New World Wealth 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，纽约38.45万富豪和美国湾区34.24万富豪包揽前2名，东京29.23万富豪紧随其后。新加坡成功超越伦敦、洛杉矶等城市，保持第4的强势地位。新加坡的突围标志着东南亚首次有城市跻身全球财富管理第1梯队。亚洲在全球新增高净值人士中所占的份额将在2025年至2028年间达到 47.5%。那么，富豪们到底被新加坡什么样的独特魅力所吸引呢？接下来，我们从政府体系、税务政策、移民机制3个维度，一层层为您揭开答案。新加坡社会廉洁度连续10年位列全球前3，法治指数亚洲第1。2024年其 GDP 增速达 4.4%， 即便在2025年全球增长预期下调的背景下，仍保持 2.1% 的稳健增长。这种东方瑞士般的稳定性，在全球变局中，成为富豪资产避险的核心诉求。稳健的政府体系只是基础，真正重量级的吸引力，还来自新加坡的税务天堂身份。对比全球主要金融中心，新加坡的税制堪称黄金模型。个人所得税实行 2% 到 24% 累进税率，最高 22%， 美国最高 37%。企业所得税统一 17%， 且对新企业首3年提供 75% 减免，资本利得税全面豁免。遗产税2008年起永久取消，这种制度优势直接催生财富管理业的爆发。截至2024年底，新加坡家族办公室数量突破2000家，较2020年增长12倍，管理的资产规模超9000亿新元。我们拿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·布林的案例来看，他通过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，大幅降低了继承和赠与的税务成本，预计为其家族节省超过 90% 的遗产税，这在高税的欧美地区几乎不可能实现。作为亚洲美元清算中心，新加坡处理着全球 35% 的离岸人民币交易，其银行保密法严于瑞士，私人银行资产管理规模达 4.6 万亿美元，占亚洲市场份额的 38%。金管局 MAS 最新推出的可变资本公司 VCC 架构，允许基金设立成本降低 40%。更是吸引贝莱德、桥水等机构设立区域总部。当下新加坡正经历从财富容器到财富引擎的质变。新加坡 EDB 推出 TechTSG 计划，向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等领域投入270亿新元。2025年第1季度，新加坡科技初创企业融资额达48亿美元，占东南亚总量的 63%。来佛士书院、UWC 国际学校等顶尖教育资源，配合亚洲排名第1的医疗体系，形成对富豪家庭的锁扣效应。2024年，国际学生占比达 37%， 较10年前提升15个百分点。依托全球最繁忙港口，2024年处理集装箱3750万标箱，和樟宜机场直飞140个城市。新加坡构建起72小时全球供应链网络，自贸协定覆盖 99% 的 GDP 经济体量，让跨境贸易效率提升 40%。面对富豪涌入带来的挑战，新加坡也展现出独特的平衡艺术。房产调控方面，对外国人购房征收 60% 印花税，祖屋政策保障 80% 公民自有住房。置业保护上，一批准证薪资门槛提高至5600新元，确保本地人就业优先。反洗钱方面，2024年查处非法资金流动23亿新元，涉案账户冻结效率全球第1。今年2月，全球知名战略咨询机构 Resonance Consultancy 于新加坡宜居城市研究中心 CLC 学术论坛上
正式揭晓首版亚太地区顶级都市综合评价报告。在纳入评估的38个主要城市中，新加坡以综合评分优势摘得桂冠，诸多优势加深，吸引富豪再正常不过了。随着 GIP 投资门槛从250万新元提升至5000万，新加坡正从富豪收容所转向顶尖人才竞技场。其中 GIP 方案一是申请人需投资至少1000万元新币，包括缴足资本，成立新的商业实体，或投资在营运的业务，原本规定是250万元新币。金管局推出的全球精英通行证，将税收优惠与科技创新、慈善投入挂钩，标志着财富管理进入社会价值共创的新阶段。当新加坡的法治精神、市场效率、人文关怀形成黄金三角，就能在这片土地上缔造出超越地理局限的全球财富盈利场。下一个10年，新加坡建指的目标，或许不仅是富豪数量，更是重新定义21世纪的财富文明范式。新加坡的崛起并非偶然，它靠稳定、信任和与时俱进的政策赢得了富豪青睐。你认为下一次排名，新加坡的全球地位是否能超越东京甚至纽约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如果你对其他城市的崛起同样感兴趣，比如看看迪拜或者香港的百万富豪数据对比，请留言告诉我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